同学们，前面我们学习了脂肪的分解代谢、甘油的分解及脂肪酸的贝塔氧化。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脂肪的分解代谢、脂肪酸贝塔氧化以及其他代谢所产生的乙酰辅酶 A， 在一般的细胞中可以进入 TC 进行氧化分解，而在肝脏中则生成酮体。酮体是脂肪酸在肝脏进行正常分解代谢所产生的特殊中间产物，包括乙酰乙酸、贝塔羟丁酸和丙酮。肝脏中酮体化学结构，其中乙酰乙酸约占 30%， 贝塔羟丁酸约占 70%， 和极少量的丙酮。在酮体中，乙酰乙酸和贝塔羟丁酸是酮体的主要成分，它们在血液和尿液中是可溶性的。丙酮的含量极少，是一种挥发性的物质，这是动物利用脂肪氧化功能的正常现象。但在某些生理情况，例如饥饿、进食或病理情况，例如糖尿病，糖的来源或氧化功能障碍，脂肪酸就成了人体的主要功能物质。若肝中合成酮体的量超过肝外组织利用酮体的能力，二者之间就失去平衡，血中浓度就会过高，导致酮血症和酮尿症。乙酰乙酸和贝塔羟丁酸都是酸性物质，因此酮体在体内大量堆积，还会引起酸中毒。酮体是在肝细胞线粒体中生成的，它生成原料是脂肪酸贝塔氧化生成的乙酰辅酶 A。两分子乙酰辅酶 A 在硫解酶作用下脱去一分子辅酶 A， 缩合成乙酰辅酶 A， 并释放出一分子辅酶 A。 这一步反应是酮体生成的腺素步骤，硫解酶是腺素酶。在三羟三甲基戊二酰辅酶 A 合成酶催化下，乙酰辅酶 A 再与一分子乙酰辅酶 A 反应，生成贝塔羟贝塔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 A。 在贝塔羟贝塔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裂解酶的催化下，贝塔羟贝塔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 A 分解为乙酰乙酸和乙酰辅酶 A， 生成的乙酰乙酸一部分在线粒体中贝塔羟丁酸脱氢酶催化下还原成贝塔羟丁酸，即乙酰乙酸中的酮基，加氢变为羟基。少量乙酰乙酸可自行脱缩，或由乙酰乙酸脱缩酶催化生成丙酮。酮体在肝脏中产生后，必须由血液运送到肝外组织中进行分解。酮体分解的关键是乙酰乙酸转变为乙酰辅酶 A， 反应由三酮酯酰辅酶转移酶催化，以琥珀酰辅酶 A 作为辅酶 A 的供体。肝脏中缺乏三酮酯酰辅酶 A 转移酶，因此只有在肝外组织中才能给乙酰乙酸加上辅酶 A， 然后裂解成乙酰辅酶 A， 从而通过 TC 彻底氧化放能，也可作为合成脂肪酸的原料。乙酰辅酶在硫解酶作用下分解成两分子乙酰辅酶 A， 乙酰辅酶主要进入 TC 氧化分解。丙酮除随尿排出体外，有一部分直接从肺呼出，代谢上不占重要地位。肝脏组织将乙酰辅酶转变为酮体，而肝外组织则将酮体转变为乙酰辅酶 A， 这并不是一种无效循环，而是乙酰辅酶 A 在体内的运输方式。肝脏组织正是以酮体的形式将乙酰辅酶 A 通过血液运送至外周器官中。骨骼、心脏和肾上腺皮质细胞的能量消耗主要来自酮体。脑组织在糖饥饿时也能利用酮体作为能源。脂肪酸氧化产生的乙酰辅酶 A 在肝脏细胞中生成酮体，酮体生成后溶解在血液中，
运出肝脏，在肝外组织中彻底分解或转化成其他代谢物，例如骨骼、心脏和肾上腺等。酮体生成的意义，在肝脏中生成酮体后，酮体容易运输。长链脂肪酸穿过线粒体内膜需要载体入毒碱转运，脂肪酸在血中转运需要与白蛋白结合生成脂酸白蛋白，而酮体通过线粒体内膜以及在血中转运并不需要载体。我们知道，脂肪酸活化后进入贝塔氧化，需经4步反应才能生成1分子乙酰辅酶 A， 而酮体的成分之一乙酰乙酸贝塔羟丁酸活化后只需1步反应就可以生成2分子乙酰辅酶 A。 贝塔羟丁酸的利用只比乙酰乙酸多1步氧化反应，因此可以把酮体看作是脂肪酸在肝脏加工生成的半成品。酮体生成的生理意义，酮体是肝脏向肝外组织提供的第2能源，它的特点是分子小，溶于水，可透过血脑屏障及毛细血管，血中含量少。FA 是脂肪酸 fatty acid 的简称。酮体代谢总结如下： FA 氧化胃功能，肝内肝外有不同，肝内生酮肝外用，血中转运相沟通。糖供不足缺能量， FA 氧化来补足。若是产销不平衡，小心酮症酸中毒。